哦，这里也有跳扇子舞、广场舞啊，看来还不少啊。那边还有太极拳，都是中国的面孔啊。看来没开门呢。我早来了几分钟啊，10点钟才开门。这个广场呢，已经有好几队啊，他们中国的老头老太在这边以各种形式进行的集体舞啊、太极拳啊等等。这边呢，大家排队进图书馆的人呢，已经有20来个人了吧。有意思的呢，是我突然发现啊，这边的 WiFi 还是很强的。还没进门呢，我已经连上了图书馆的一个 WiFi 了。我觉得这些公共的设施提供的方便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看到这些准备进图书馆的人呢，有骑单车来的，有电动车的，但大部分呢应该都是走来或者搭一些公交来的。大家背着各自的包，有些呢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他的电脑，准备到里面去找个位置进行工作了。今天呢是新年之前的前几天啊，就大家还是以一种学习这样的精神来迎接即将到来的2024年新年。好，现在工作人员呢已经把大门打开了啊，大家鱼贯而入。那我也进到里面去找我要找的书吧。这边呢发现一个 World Languages 的 corner， 但是一看呢全都是韩文的书，这些文字呢似曾相识，但一个也看不懂。对面也都是韩文的书籍，所以可以想象的这边也有不小的韩国人的人群社区。看来中文书籍呢，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地方啊，移到了别地方去了。再去找找看吧。原来移到了这边，用中文标示的成人小说类，简体、繁体2种文字。大陆出版的，这个应该是台湾出版的。这边有更多的中文书籍啊，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繁体字的书名啊，当然也有很多大陆出版物。两岸三地包括其他地方出版的中文的出版物啊，在这边随意的陈列着，大家各取所需就好。弘一法师传啊，弘一法师的传记。
居然还有张小娴的书。感觉中文书啊比以前多了很多啊，所以呢要用好几类的这个书架来陈列了。中文加腻子。如果在这边常住的中国人呢，真的可以到这边来，每天花一定的时间读读这些中文书，因为你在你的那个地区啊，未必都能够读到啊。就意识形态方面呢，会有一些隔阂，但是在这边呢，就可以融为一体啊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些以前了解不到的一些观念等等。就像这些传统的《红楼梦》方面的书，到小说，到评论等等啊，还挺多的。非常不错。这个有蒋介石的评传，李敖写的。所以从这边数过去呢，中文的书籍有1、2、3、4、5个书架，加起来呢就有10面这么多。这边呢有专门检索用的电脑，虽然我没有找到我要找的书，但是呢还是很方便的，可以在这个上面呢进行一些操作，来找一些你想要找的书，这样呢就很容易借到你要借的书，或者知道这个书呢什么时候才能够还来。好，现在呢我已经在图书馆里面办完了我要办的事，现在我骑车回家去。我稍稍呢在图书馆里面流连了一会儿，结果呢就错过了一个不下雨的天气啊。现在的话呢我就只能是冒雨骑回去了。
所以在温哥华冬季啊，如果你要骑行的话，真的有时候机会稍纵即逝啊。你必须非常精准的把握这个时间，否则的话呢，就要淋雨了。希望这个雨不会越下越大啊，看看能不能坚持回到家，那真不好说啊。刚刚呢，在班纳比图书馆里面检阅了一下，检索了一下我要找的书，虽然没有找到，但是呢，我也是去找了一下图书馆里面收藏的一些中文书籍和报刊。以前呢，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只有一面墙或者一个书架，但现在呢，已经中文书发展到了6个书架，应该说是5个半书架，11面的书架，上面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有中国大陆、海外，其实也就是两岸三地为主的一些出版物，而且呢，有中文的简体也有繁体。我当然没有细看啊，我想着应该是各种观点都有，所以你在这边呢，真的可以感受到一种多元文化，因为它除了有中文书以外，我还看到有韩文的，还有很多我也看不懂的一些文字啊。而走出图书馆呢，看到很多中国的稍微年长的一些人，以女性为主啊，在那边跳广场舞。当然声音啊，没有那么夸张啊，就大家还是把音量调到一个可以接受程度。而这边呢，路人也没有什么异样的眼光啊，就大家还是比较包容吧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一个包容的各种文化甚至宗教，大家相对而言啊，可以比较和平相处的一个地方。看来下雨越来越大了，我稍稍有些慌不择路。
希望能够尽快的骑到该村的轨道下面啊，也可以稍稍的遮点雨。骑过了一个站啊，现在到了 Royal Oak Station， 这边呢可以稍稍的有一段在山线的轨道上面骑行，有骑行道，但是呢，今天啊，被雨淋是已成事实了。但愿在这个雨还没有下得非常大之前呢，回到家里洗澡。
哦，差不多已经回到了我的住所了。这个一路上以最快速度骑了过来，谢谢观赏，谢谢跟随，我们下一次出行再见，拜拜。